每到週末，華人二代周天賢嘅餐廳總係坐滿慕名而嚟嘅食客。嚟呢度食飯嘅大多都係波德辛當地嘅華人，而吸引佢哋嘅除咗係呢度嘅中餐，大家都係衝住招牌菜咖喱麵包雞所嚟嘅。為咗呢一款特別嘅麵包雞，早上7點，周天賢父子兩個就開始忙㗎喇。秘製嘅底料係咖喱粉加上20幾種香料調製而成嘅。啲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個雞子15分鐘。喺23年前，周天賢同妻子靠住呢一道麵包雞，喺經濟唔景氣嘅時候，令到餐廳生意重新煥發生機。妻子去世之後，周天賢決定將製作呢一道招牌菜嘅工作交俾佢個仔周日輝。受當地餐飲嘅影響，呢度嘅華人食嘢中意帶啲辣味，熬製咖喱汁嘅時候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同咖喱嘅辛辣，好適合中意清淡嘅廣東人。其實喺馬來西亞咧，咖喱嘅比方咧，其實好多嘅，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煮好嘅咖喱汁倒入分裝好嘅雞肉入邊，迥異唔同嘅香料匯集埋一齊，構成咖喱雞令人意想唔到嘅濃郁香味。製作咖喱雞嘅同時，另外一邊麵包皮已經攪拌完成之後，周日輝就要將麵團按照相同嘅重量所分切，拍成一個個麵團，咁樣先可以保證每個麵包最後達到嘅相同嘅口感。店入邊嘅麵包雞都係當日製作當日賣晒。平日入邊每日要製作200個麵包，節假日嘅時候一日可以達到500-600個。等麵團發酵完成，喺表面塗上蛋液，一個個肥嘟嘟嘅麵包就可以放入烤箱嗰度。做好嘅咖喱麵包雞好似一個個金枕頭咁，食嘅時候輕輕剪開上層嘅麵包，收喺麵包肚入邊嘅咖喱雞依舊係新鮮熱辣，雞肉嫩滑爽口，烤製嘅黃油麵包鬆脆內嚼，飲翻少少嘅咖喱醬汁，風味更甚。呢度嘅麵包除咗有咖喱雞味、咖喱排骨味，仲有咖喱雞同東坡肉所組成嘅鴛鴦味，所有嘅混搭都係華人口味同當地口味嘅結合。喺炎熱嘅天氣入邊，喺食品當中加入咗咖喱，除咗增加色香味，更加令人胃口大增，吸引咗唔少中意咖喱嘅人。周天賢從14歲開始學廚，如今已經做咗40幾年嘅廚師啦，同附近市場嘅檔主都好熟。除咗咖喱麵包雞，店入邊嘅招牌龍虎煨海鮮，亦都係周天賢嘅拿手菜。呢一道名氣霸氣嘅菜肴，其實係一道傳統嘅宴客佳肴。足斤重嘅青蟹遇到咗大蝦，碰撞出唔一樣嘅火花。周圍有蛤蜊、魷魚、肉丸嚟圍觀，非常之熱鬧。最後加入咖喱、當歸、桂皮等調製湯底，更加似係一款融合咗馬來西亞風情嘅盤菜。食嘅時候鹹中帶鮮，仲帶有微微一絲嘅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滿滿嘅湯汁，入口嘅瞬間幸福感爆棚。
雖然係喺馬來西亞出生長大，周天然嘅口味喺適應本土嘅同時，基因入邊最中意嘅依舊係中餐。今日周天然要去參加一個重要嘅晚宴。今天的晚宴也為學校帶來了55萬的款項。原來每年呢度嘅華人都會舉行慈善宴會，為當地嘅華文學校募集辦學資金。周天然參與嘅餐飲公司免費提供成場活動嘅菜肴。喺馬來西亞成長嘅華人，大多自細喺華文學校讀書，唔單止要學當地嘅語言，普通話更加係標配。呢個亦都係當地華人，即使係第4代、第5代，依然講出一口流利中文嘅原因。而家餐廳經營穩定，得閒嘅時候，周天然都會返到細個嘅時候長大嘅漁村行下。當年爺爺從茂名去到呢度做漁民嘅時候所住嘅細屋仲喺度，不過呢度嘅華人生活改善之後，都陸續搬走晒。竹魚嗰陣時唔係話好揾錢嘅，米缸日都有空㗎。今日買米就今日食晒，聽日再買過㗎。咁多年嚟，從做廚師開始到租店面開餐廳，最後儲低落嚟買低店面。周天然一家唔單止凝聚住3代廣東人喺馬來西亞嘅奮鬥史，更加係千萬華人下南洋嘅生活縮影。有一種味道同一群特殊嘅人相關。喺幾百年前，無數老廣成為最早移民海外嘅華人之一。佢哋喺異國落地生根，成家立業。佢哋所做嘅飲食，既有嚟自家鄉嘅風味，亦都融入咗僑居國嘅飲食習慣。而呢種味道，亦都成為華人走遍世界各地嘅慰藉。呢一種就叫做僑味。早上10點，76歲嘅譚彥斌好似平時咁返到自己嘅餐廳。超過半個世紀嘅廚師生涯，令佢更加鍾意留喺後廚，掌控餐廳嘅每一樣出品。同一班廚師傾偈食飯，亦都係佢每日必做嘅事。今日嚟咗一批老顧客包場。譚彥斌特登從餐廳入邊同老朋友們一齊見下面。唔少食客都係佢當年嘅粉絲，紛紛同佢影起咗合照。喺寸土寸金嘅銀座，擁有一家自己嘅廣東料理餐廳，將記憶中嘅粵菜呈現俾食客，係身為廣東移民2代嘅譚彥斌自細嘅時候冇諗過嘅事。佢從30歲開始就做上咗著名餐廳嘅粵菜料理長，53歲開始創業，將每樣同美食相關嘅事做到極致。呢個就係佢嘅生存之道。喺呢度其中最重要嘅當屬於選菜。佢至今仍然保持住去到日本各地搜尋優質食材嘅習慣。距離東京46公里嘅千葉縣三面環海，係日本有名嘅水產縣。位於千葉南都嘅聖蒲漁港，盛產一種名貴海鮮。譚彥斌聞訊而嚟，
ございます。手に気をつけて持たないとダメですね。いやいやいや。如果龍蝦。當地水產商渡邊1號將譚彥斌引入咗一處洞穴度。原來當地人利用洞穴天然恆溫嘅特點儲藏野捕嘅海鮮。佢哋用傳統嘅方法捕撈龍蝦已經有300年嘅歷史，產量位居於日本首位。6、やっぱ8、9でしょうね。が多い。だんだん秋になってくると、だんだん取れなくなってくるんで、だんだん小さめが増えてきます。はい。で、深いところにかける浜もある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声をかけ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しないとなかなか集まらないです。はい。日本龍蝦又叫做伊勢龍蝦，因為伊勢嘅地勢最早開始捕龍蝦而得名。千葉嘅龍蝦無論係品質定係捕撈方式，同伊勢同宗同源。咪睇呢一種龍蝦個頭唔大，只有半斤重，25到30厘米長。但係即便喺品質出眾嘅日本高檔海鮮入邊，佢亦都可以佔有一席之地。私いいですか？一応エビ持ってきましたんで。はい、どうも。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見到好食材，譚彥斌忍唔住要試一下，直接將活潑嘅龍蝦切開，切成片做刺身，用最簡便嘅方式，方可以食到最本真嘅味道。はい、どうぞ。はい、どうも。じゃあ、食べてみます。はい、どうぞ。白而通透嘅龍蝦肉，染上化沙比同埋醬油，入口瞬間冰涼彈牙，每一啖嘅龍蝦鮮味都喺口入邊清新咁舒展。うまいですね。うまい。さすが。新鮮プリプリ。龍蝦嘅甜、醬油嘅厚同芥末嘅辣，達成咗好微妙嘅平衡。本当に美味しい伊勢海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ても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ね。広東で言うと好新鮮、好滑、好甜。好鮮。好好食。好多謝你。試下。はい。いただきます。はい。好食材必須配上好廚藝，先至可以相互成就。已經好少落廚嘅譚彥斌決定用呢一次採購嘅龍蝦做幾道餸。龍蝦卷嘅靈感嚟自於古典粵菜大蝦卷。譚彥斌用龍蝦代替大蝦，甜脆度就會提升。喺切片嘅龍蝦肉當中穿入火腿絲同萵筍絲，手工嘅好壞直接決定相思喺炒嘅時候會唔會脫落。粵菜炒嘅時候講究火候，譚彥斌用3種唔同材質嘅食材熟度嚟控制得啱啱好。彈牙嘅龍蝦肉夾雜住鹹香嘅火腿同爽脆嘅萵筍絲，口感非常豐富，滋味無窮。香口嘅菜肴似乎喺全世界都受到歡迎。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流行嘅金沙做法，同龍蝦非常之般配。幫龍蝦裹上鹹蛋黃醬，炒至醬汁起沙。龍蝦表面披上一層色澤金黃、鬆脆甘香嘅外皮，就大功告成啦。外酥裏嫩嘅口感，令人欲罷不能。蒸係粵菜常見嘅烹飪方式，廣東人篤信咁樣食到食材本身嘅味道。
譚彥斌灑上老廣經常用嘅豆豉，昂貴嘅龍蝦頓時增添咗幾分家常嘅親切感。喺豉油嘅加持之下，龍蝦肉鹹鮮爽滑，鮮味多汁。喺日文入邊，龍蝦寫作海鱸，因為蝦背捲起身嘅姿態好似老人家，一對鬚角好似長鬚，所以龍蝦仲有長壽嘅吉祥寓意，係廣東料理高檔宴席上嘅顏值擔當。一台好菜，譚彥斌同幾位餐廳資深員工一齊嘗鮮。餐廳開咗22年，佢嘅員工有日本人、中國人，亦一直喺日本人口味同祖國正宗粵菜味道當中揾到咗平衡點。但係無論食過幾多美味，佢最愛嘅依然係簡簡單單清蒸嘅紅石斑魚，因為呢一種係細細個時候嘅味道。最中意清蒸紅斑，而家啲好中意，嗰個味道係阿媽嘅味道。譚彥斌受到同學嘅邀請，翻到位於橫濱全日本最大嘅中華街，自己長大嘅地方。喺呢一條有140年歷史嘅街區，佢嘅父母係早期嘅移民。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因為我啲鄉下從鄉會嘅，用美學同會。呢一度係佢細個嘅時候叫打麻雀嘅阿爸翻屋企食飯嘅地方。喺嗰度住咗20年咧，我喺嗰度出生嘅。喺小學同學嘅陪伴之下，譚彥斌喺路上不斷被兩種人認出，一種係視佢為偶像嘅年輕廚師，另外一種係同齡嘅老同學、老鄰居。當遊客喺中華街尋找中國味道嘅時候，廣東華僑後代已經逐漸遷走，融入咗日本嘅生活。但係總有嗰一啲雪梨紅爪，印證住廣東人喺呢片土地上嘅拼搏同榮光。行喺汕頭嘅街頭小巷入邊，隨處可見一啲小車擺住琳琅滿目嘅甘草水果，五顏六色，食得一車彩虹，係潮汕人入夏嘅儀式。顧名思義，甘草水果就用甘草水醃製嘅水果，一般會喺晚上售賣，晏晝就要提前準備。傳統嘅做法就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喺青芒果同油甘子等水果當中加入適量嘅白糖同鹽，或者係南薑末。唔同水果酸甜軟硬有差別，加入甘草水嘅量亦都唔一樣，所以必須分開炮製。醃咗幾個鐘頭嘅水果擺滿成個冰櫃，略帶藥香嘅甘草汁滲入多彩嘅水果，睇到人瞬間都清爽咗幾分。喺食之前要切塊，再加上一啲嘅甘草汁同埋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喺夏日同水果一齊食落去，消暑潤肺，再好不過。喺汕頭，仲有一種水果，因其獨特嘅味道，成為廚師們烹飪時偏愛嘅佐料。橄欖從掛果到成熟都呈現綠色，又被稱之為青果，因為佢味帶苦澀，好多人都難以接受。但喺潮汕，大家對橄欖嘅青睞程度不亞於功夫茶，對橄欖製成嘅各種小食亦都情有獨鍾。為咗去除苦澀味，製作之前不變嘅步驟係加熱，再過冷水浸一晚。汕頭人中意將橄欖壓碎，去澀之後再用油熬製，加入花生、南薑末等配料，
製成炒橄欖。而喺潮州，則係將橄欖切開，浸1日1夜之後，喺熱油當中爆炒蒜蓉，加入橄欖、南薑末、剪碎嘅九層塔等炒至乾透。做法相似，但係各有線香。用石鏊將南薑搗碎，再加入橄欖取壓破碎，根據3碗橄欖1碗鹽嘅方法製成。呢個就係潮汕人最鍾情嘅橄欖岑。好多人都唔知道喺汕頭潮陽仲有一種橄欖當中嘅極品。每年11月，林徵標都會準時出現喺張創中嘅果園入邊。當係今年頭橄欖，佢哋都嚟3個椒的呢。當係當係所以佢哋嚟出過嚟有年啦吧？我等睇啊睇。11月係橄欖收穫嘅季節，果農都要用6、7米高嘅長梯爬上梯格嚟採摘橄欖。金造鎮獨有嘅呢一種三欖橄欖，又叫做三菱橄欖。橄欖樹種低7年先至掛果，產量逐年增加，但係豐收過後，下一年一般會減產。生長期長，產量有限，令到金造出產嘅橄欖身價不菲，一斤可以賣到500蚊，好嘅橄欖甚至超過3000蚊一斤。呢隻波咗跌交掛啲無啲嘅嚇。哎呀，知道唔好做快薄粒。當粒兩料就好食。誒，所以咪就黐台啦，好食嘛嚇。咁樣能比古呢又有好食啊！啊，三菱橄欖嘅個頭比普通嘅橄欖大啲啲，果形橢圓細長，其端有3菱而得名。果皮呈現金黃色，光滑鮮豔，嚼耐咗之後滿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質爽脆冇渣，食過之後再亦都好難忘記。喺傳統嘅潮菜入邊，有唔少用橄欖製作嘅菜肴，其中橄欖燉豬肺就係一道家喻戶曉嘅名菜。喺林徵標睇嚟，烹飪過程雖然簡單，但係食材嘅前期處理好重要。我的美食呢，我就盡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調味品，添加太多的東西，因為我不是專業的廚師，我提倡的是說我做出的菜，就我們普通的家庭，他們看到以後呢，能在家裏做，那麼你就得講單。普通橄欖用嚟燉湯，橄欖製品亦都係做菜嘅調料。橄欖鱔煮魚，先將魚頭洗乾淨，喺鑊入邊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魚同橄欖鱔。橄欖鱔獨特嘅清香，再帶有南薑嘅鹹辣，喺煮魚嘅時候去腥嘅好調料，亦都可以極大咁提升魚嘅鮮味。自製嘅橄欖菜同豬肉偏香，再加入小蝦同炒，海鮮嘅風味同橄欖菜嘅清香完美融合，係個停唔到口嘅下飯菜。而珍貴嘅三菱橄欖，林徵標唔捨得攞嚟煮湯。潮汕人中意食芋泥，但芋泥甜膩，加入清淡嘅燕窩，點綴上燒製嘅三菱橄欖，係最好嘅飯後甜品。林徵標中意煮菜，亦都中意邀請朋友嚟品鑑。對於半路出家嘅廚師嚟講，最開心嘅莫過於見到大家將自己煮嘅嘢食到一乾二淨。一粒細細嘅橄欖係潮汕人心中獨特嘅家鄉風味，亦都被稱之為
鑑果嘅橄欖，啱啱食嘅時候帶有苦澀，就好似中間之言，雖然逆耳，但係總係對人有益。而喺佢哋嘅眼中，嚼橄欖好似飲功夫茶，個中嘅滋味非同道中人所好難理解。喺同樣嘅苦澀回甘入邊，蘊含住潮汕人嘅生活哲學。一擔荔枝300粒，不辭長作嶺南人，就係炎炎夏日嘅佳果。增城地標產品掛綠荔枝一枝獨秀，曾經拍出55萬1粒嘅高價。每年4月，增城萬山荔枝花開。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將會迎嚟豐收嘅一年。57歲嘅梁金友同妻子一齊經營住一個100幾畝嘅果園。6月嘅颱風帶嚟咗強降水，樹上嘅荔枝好多都開裂。梁金友夫妻兩個擔心雨水影響荔枝嘅品質，每日都嚟到果園嚟檢查。因為呢邊呢啲荔枝場呢，我個比較山高，溫差比較大，晚黑冷啲咁，佢成熟時間比較長，但係荔枝品質都係比較好嘅。呢一個喺增城朱村鎮嘅白水山上嘅果園，山泉水順流而下，高溫高濕，光照充足，種植荔枝最好不過。果園入邊呢啲荔枝樹，仲係梁金友同爸爸30年前一齊親手種低嘅。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荔枝生產國，廣東更加係荔枝栽種最多嘅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紅遍山頭，採摘嘅時節就到啦。喺廣東，大面積種植嘅荔枝品種有桂尾、糯米糍、懷枝等等。今年梁金友嘅果園迎嚟咗種植以嚟最大嘅一次豐收。多到係荔枝枝都有荔枝，未經歷過咁多㗎。按照常規嘅嚟講，佢都成倍咁翻。呢幾年人工費越嚟越貴，今年雖然係荔枝豐收嘅大年，無奈果多價賤，賣出嘅價錢仲唔夠支付工人嘅工錢，梁金友只能夠默默承受。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較辛苦啲，就係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120咁咯，都係定呢個價。蝕就唔使點蝕㗎，就冇錢賺咯。今年喺白做咯，係咁㗎，有好做有唔好做㗎嘛。價錢貴嘅要買過啊，價錢低嘅要買佢啊。成熟嘅荔枝，果殼鮮紅透綠，新鮮摘落嚟之後即刻食，口感最好。一粒粒肥嘟嘟嘅果肉，飽滿多汁，晶瑩雪白。本地種植較多嘅屬於桂尾同糯米糍呢兩個品種。桂尾表皮帶刺，脆脆嘅果肉食起身好似打翻咗桂花糖罐。同清甜嘅桂尾唔同，滑細肉厚嘅糯米糍係荔枝入邊甜度最高嘅。先進鳳個頭大有蜜香，水清球爽脆。唔同品種嘅荔枝體似相似，卻各有各嘅滋味。荔枝嘅採摘期只有唔到1個月嘅時間，採摘落嚟嘅荔枝存放時間一般係3到5日，所以從採摘到分裝打包送貨都必須喺1日之內完成。原來預計係8萬㗎啦，而家應該會超9萬。今日果園入邊迎嚟咗幾個特殊嘅客人。原來增城1年1度嘅荔枝品鑑會又要進行啦。梁金友今年參加咗桂尾同糯米糍嘅評選，組委會嘅工作人員嚟對種植場地進行核查。有幾熟？
你呢個過程咧，管理水平比較高，算係高啦，喺我哋啲專業戶嗰度。比賽日到啦，梁金友早早就採摘咗新鮮嘅桂味同糯米糍帶到現場。中國荔枝品種有100幾種，單係廣州就有60幾種。今年梁金友嘅荔枝可以喺眾多荔枝當中脫穎而出嘛。雖然辛苦咗成年賺唔到錢，但係桂味同糯米糍都攞咗獎，呢個令到梁金友嘅付出有咗精神上嘅回報。糯米糍是金獎，那個桂味是拿了銀獎，很高興，自己都心中有點底的。近幾年，老廣門變住花樣創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為每年夏天嘅一期一會。無論係混入蔬菜製成沙律，亦或同牛舌配搭製成肉菜，亦或者加入椰水雞肉煮湯，荔枝果肉總可以喺唔同嘅材料當中增添一絲絲甜而不膩嘅獨特口感。食唔晒嘅荔枝可以攞嚟泡酒，褪去外殼，一個個雪白嘅荔枝加入白酒之後，靜置3個月，又係另外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嘅荔枝再次迎嚟咗一批慕名前嚟採摘荔枝嘅遊客。摘低一粒荔枝，牙齒輕輕劃開脆脆嘅果肉，香甜好似個炸彈咁激烈咁衝散開嚟，嗰種嘅滋味令人嘴角不自覺咁上揚，手亦都不自覺咁摘低咗下一粒荔枝。食完呢一波荔枝，又要等返成年啦。對於梁金友嚟講，荔枝帶嚟嘅唔單止係呢個咁誘人嘅果實，更加係一家人生活嘅基礎。而佢亦都盼住來年會有個好嘅收入。盛夏，地處中國大陸最南端嘅湛江，進入1年當中最炎熱嘅季節。天氣熱，佳果熟，西瓜、龍眼、番石榴等新鮮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歡迎嘅，當屬於菠蘿蜜。本地人叫生咗喺地下上面嘅菠蘿叫做地菠蘿，生喺樹上嘅菠蘿蜜則為樹菠蘿。由此嚟區分兩種性名相近而個體差異巨大嘅水果。7、8月，雷州半島嘅菠蘿蜜節吸引咗各地嘅遊客前嚟一飽口福。呢一種世界上最重嘅水果，果實有冬瓜咁大，外形似牛肚，皮似鋸齒，最重甚至超過60公斤，又被稱之為熱帶水果皇后。切開之後係金黃色嘅果肉，因為口感甜而不膩，除咗當水果食，亦可以製作各種菜肴。仲未有熟透嘅菠蘿蜜果肉，切開之後去除果核。本地人中意同菠蘿、蜜棗、腰果炒埋一齊，酸酸甜甜，係夏日入邊嘅開胃菜。菠蘿蜜果肉仲可以同其他果肉搭配，製作菠蘿蜜燜雞、菠蘿蜜炒肉絲、菠蘿蜜蒸水蛋、菠蘿蜜貢啱肉等等菜肴。最特別嘅係果肉入邊
加入咗凍牛奶，再加啲麵粉，放喺油入邊炸。菠蘿蜜嘅甜味包裹住奶香，香酥可口，味道非常之特別。雷州半島最南邊嘅竹榮村，地處於熱帶、高溫多濕嘅環境，最適合唔耐寒嘅菠蘿蜜生長。呢度家家戶戶門口都仲有菠蘿蜜樹，而最耐嘅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娥蓮家嘅菠蘿蜜樹，算係村入邊樹最多嘅。啲佢家唔食，冇點到蛋，一個外話講嘅又外，叫我早去食嘛。20幾年前為咗開荒，種低嘅果樹生成到而家，每年都自然結果，已經完全唔需要打理。7、8月成熟嘅時候，樹上掛滿沉甸甸嘅果實。小朋友就會鬧住去摘果子。同村入邊嘅其他人一樣，阿婆個仔陳兆陽自細就喺樹下面長大。如今上樹摘果嘅任務就交俾佢啦。有趣嘅係，菠蘿蜜摘落嚟要好好咁托住，如果唔係，咁大嘅果真係會有啲小脾氣。一卡又啲葉，超啲葉，超打我講，一卡打落啲我就啦。摘落嚟嘅菠蘿蜜果切開就可以食，同外形有啲類似嘅榴蓮一樣。菠蘿蜜嘅味道甜中帶啲臭味，只係冇榴蓮嘅個性咁強烈。菠蘿蜜嘅叫法，據說係從印度傳入嘅時候命名嘅，因為果肉甜，好少會有酸味，所以以蜜冠名。村入邊嘅生活好悠閒，除咗農務，暑假入邊，二伯陳兆陽經常都帶住孩子們出去玩。今日屋企都返嚟食飯，二伯決定俾大家加餸，帶住小朋友們捉起咗魚。捉返嚟嘅魚係煮菜嘅好材料，而搭配嘅佐料竟然係菠蘿蜜核。原來本地人食完菠蘿蜜都會將粒核留落嚟洗乾淨，好似水煮花生咁煮熟佢，俾小朋友做零食。而燙熟嘅果核去除外衣，再加入煎至兩面金黃嘅鯽魚，煮成魚湯。富含澱粉嘅果核就令到魚湯有咗更加濃郁嘅口感。果核食上嚟粉嫩爽口，有啲似食栗子嘅口感。早幾年，阿公阿婆種低嘅菠蘿蜜係養育一大家子嘅補貼，到而家子孫滿堂，兒女們都喺身邊，而菠蘿蜜樹圍起嘅屋入邊，果樹帶嚟嘅唔單止係記憶入邊嘅甜，更將會係呢一家人代代相傳嘅情感。喺夏日入邊一樣忙碌嘅，仲有位於汕頭澄海鹽洪嘅周振平兩夫妻。6月，打理咗大半年嘅林琴樹逐漸開花啦。周振平嘅妻子林色珠每日都要一朵朵咁進行人工授粉。4日前授粉嘅果樹，果實已經有少少個樣，生咗1個月綠色嘅小果，亦都有拳頭咁大。林色珠要開始幫每一個果着翻件衫。我包要做背佢金星定碟做背沙湯，等一單係擠牙，要做羹甕。呢一種長相奇特嘅水果，到底係乜嘢呢？原來呢一種潮汕人俗稱嘅林琴嘅水果，學名叫做番荔枝。幼果外觀好似荔枝，
又自番邦引入，所以番荔枝就有呢個名。又因為果實外表呈現輪木狀，個頭好似佛頭頭飾，所以又叫做釋迦果。喺汕頭一提起林琴，好多人都會諗起澄海東里鎮嘅張林。傳說喺200幾年前，張林呂太華僑從東南亞帶嚟一株林琴苗，種植喺張林老巷口。而家已經成為地方特產嘅林琴，就係呢一棵樹苗嘅後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鈣質，但喺當地亦都只有東里鎮同鹽紅鎮先可以種得出林琴來。雖然呢一種產自於南美洲嘅水果並非係本地原有，但係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一套自己嘅種植方式。打理林琴10幾年，周振平自己諗咗個小訣竅。澄海當地盛產薄殼，加工成薄殼米之後，殼大多數被丟棄。但係喺周振平眼入邊，呢啲渣渣都係寶貝。不過薄殼同林琴樹有啲咩關係呢？咁潮咧，要咁嚟攝種啊！天時薄落好，我哋都可以擔夠肥量，啲天氣熱了，我都鹽量。我能潮啊，那做乜拆下拆燒，我擺。周振平嘅薄殼真係可以幫佢嘅果樹渡過夏日入邊嘅雨水不斷突襲嗎？立秋過後，林琴交易市場每日都好熱鬧。掛果100日嘅林琴，亦都到咗上市嘅時候啦。同其他辛苦咗成年嘅果農們一樣，周振平亦都等住農曆8、9月份嘅收成。喺澄海，林琴一般都係成筐收購，個頭大嘅一斤可以賣到50蚊以上。林琴不宜久放，以前只可以喺潮汕地區銷售，如今保鮮技術嘅改進，令到其他城市嘅人們都可以試上呢一種嶺南佳果。天早上先啱啱光，周振平兩夫妻已經喺果園入邊忙咗好耐啦。我冇吹過，我看伊落啲個，生個大英咩？即係咪咁時啦？有數量乾咗嗬，我大家背有雞頭乾，念謙計差計食得五，我背雜撥，有能背背雞，數量乾入背，即係嗰啲配嘢我做為生。周振平屋企嘅林琴個大飽滿，備受收購商嘅青睞。總可以賣出個好價錢。海內啊，辛苦，難得我貪有錢做歡喜，你又唔家己辛苦咯。有錢少做咪辛苦，啊做了無錢少做，家己較辛苦。潮汕人過中秋必備嘅林琴果，鄰近8月15，周振平屋企嘅水果早早就已經俾人訂晒。每日早上9點唔到，收購商已經嚟到田邊等待。等住趁新鮮運走。同台灣嘅釋迦唔同，潮汕嘅林琴個頭更圓一啲。品質好嘅林琴，鱗皮鮮豔，呈現粉綠色，摘落嚟存放幾日，表皮軟化之後再食，更加之可口。輕輕搣開果皮。肉質白色，如脂如膏，味甜清純。林琴一般係鮮食，但係近幾年本地人亦都開始開發咗新嘅食法，最多係製成糖水。林琴富含果糖、礦物質、蛋白質同多種維生素，有水果補品之稱。製作嘅時候，只需要將各種嘅配料煮熟，最後加入林琴果肉就可以出鑊。糖水當中原本無味嘅配料，瞬間被清甜嘅果香包裹。
中秋佳節，個仔同個女返屋企一齊食飯，係林惜珠最期盼嘅。有咗廚師個仔喺度，林惜珠落得好清閒，將個廚房讓出嚟，幫個仔打下手。每年嘅8月15係周振平屋企固定唔開工嘅日子，收穫時節、團圓之日係一年之中最溫暖嘅時刻。你是誰？我是誰？啊，這樣。喂，回來哥哥，谢谢吧。